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受美元和利率预期影响，原油和黄金连续2周上涨。专家分析认为，黄金受美元走势影响较大，未来可能面临较大的上行空间。接下来 Evercore ISI 维持对苹果公司 AAPL 的看好立场，重申买入评级和$250的目标价，理由是苹果公司的又一个月表现良好。但华尔街分析师密切关注苹果公司在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上公布的 AI 计划是否足以推动未来几个季度的增长。下一条，6月就业报告数据喜忧参半，美国非农就业新增 20.6 万个，失业率从 4.0% 上升至 4.1%， 同比平均时薪保持在 3.9% 不变。美国代理劳工部长朱莉讨论了拜登政府下的就业增长。朱莉苏表示，美国生活成本持续上涨，工资增长是许多人关注的问题。在拜登总统领导下，实际工资增幅超过通货膨胀并不是偶然，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总统认为既需要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还需要确保有好的工作。好的工作意指人们可以靠此谋生，养家糊口，存点退休金。接下来，理财成功的秘诀：制定预算、储蓄，并为未来投资，避免过度消费，只买必需品，避免为炫耀而花钱。接下来，美国6月新增就业岗位20.6万个，高于预期，平均时薪年涨幅 3.9%， 表明工资通胀趋势降温。接下来，拜登的首场辩论表现引发对其年龄和认知能力的担忧，因此他面临着来自本党和最大捐助者的要求他辞去民主党候选人的职务。与此同时，英国工党在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结束了保守党14年的统治，并将基尔·斯塔默推选为英国新首相。下面这条，萨克斯第5大道的母公司 HBC 以$26.5亿收购高端竞争对手尼曼·马库斯集团，此合并将创建一个名为 Saks Global 的新公司实体。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将成为少数股权持有人。接下来这条，股市整体表现强劲，甚至可能过热，科技股受到热捧，标普500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和纳斯达克100指数均创历史新高。苹果、亚马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Facebook 母公司 Meta Platforms 和微软也创下52周新高，特斯拉股价更是一周飙升 27.1%。但股价越高，市场风险越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本周将出席国会听证会，本周还将公布2份通胀报告，第2季度财报季也将拉开帷幕。接下来这条，6月中国央行连续第2个月没有购买黄金，因金价已从纪录高位滑落。下面这条，朱诺市居民对旅游业激增感到担忧，发起一项投票倡议，禁止周6停靠大型邮轮。该倡议旨在缓解交通、拥堵和噪音等问题，反对者认为这将损害依赖旅游业的企业。让我们关注网络电话诈骗呈指数级增长，美国人民每年损失数十亿美元，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诈骗变得更加容易得手。接下来，法国商界精英因选举带来的政治动荡、缺乏经验的决策者、街头抗议和未来可能出现的一波破产潮而感到担忧。民意调查显示，极右翼将在议会中获得最多席位，选民们将阻止马克龙继续为企业减税并减少其他限制的努力。让我们关注法国大选在即，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预计将在议会下院赢得最多席位，有望成为2战以来首次进入政府的极右党派。若国民联盟获得绝对多数，其主席巴尔德拉有望出任总理，并顺利推行立法，重塑法国国内议程。让我们关注台湾央行表示暂未推出数字货币时间表，但明年将举办公开听证会以普及知识。目前 98% 的全球经济体正在探索其货币的数字版本，其中超过一半处于高级发展或试点阶段。最后为您播报的是，肯尼亚连绵暴雨导致马查科斯县的瓦埃马农场被淹，损失惨重，农场主面临粮食安全危机。政府称洪水摧毁了 16.8 万英亩农田，暴露出该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方面的准备不足。
一些农民通过梯田等可持续措施，有效地抵御了洪水，凸显出采取预防措施的重要性。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